哇，我很惊讶嘞，你的出道是影后嘞，影后级的出道哎，你是背影出道的，对，你还有帮郑慧玉做过替身，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一次而已啊 ，spelling fail 嘞，我妈妈拿着刀从8楼追到9楼去。全听你说。我在这边要进入到另外一个 Irene 的一个高潮点了，人生的高潮点，就是这么样一个前期这么样一个坎坷，不是很快乐的女孩子，结果成为我们戏剧界的天后，就是华初康 wife 的来临了嘞。在那个时候也是做 WOB 吗？我毕的时候是那时候我 depressed 的时候，就是阿嬷那段期间我有一个朋友给我一本书，那个书说这个对那些伤心的人很好用。你在很 depressed 的时候你不要跟 depressed 的人在一起，你要跟很 positive 的人在一起。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帮助自己你先去帮别人。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Irene， 我读了这个书，我们一起去做 volunteer， 所以就开始做义工咯。在做义工的时候是被发掘，然后那是 Channel 5的头 Andrea Teo， 他在那个时候他开始 sitcom， 然后 sitcom 是 live audience 的，所以那个 live audience 需要一个人做那个 WOB。暖场主持，暖场主持。因为我在做那个义工的时候是没有钱的嘛，我就在那边暖场。你知道吗？全新加坡第一个 WOB 就是 Irene。对，我是新加坡第一个 WOB， 然后我做了 Portugal 之后不可以做 WOB 了，我很伤心嘞，因为我很 enjoy WOB 的。先告诉大家 WOB 多难做，因为刚刚我正好跟我讲的时候说 WOB 很难做哎，我就觉得时间很长，而且因为你要一直 keep 那个energy， 因为人家看电视的时候是30分钟。但是拍摄的时候你都知道，其实拍摄是3-4个小时。然后这个 WOB 很重要，因为 WOB 要一直在不断的来 keep 他们的 energy 到最后10点半。他们以为7点半到8点可以回家了，还是8点半回家？其实这个中间一直要叫 spread out pace out， 他们到10点半。而这我不可以做了吗？我做了 Rosie 就不可以做了，所以他们叫我去训练一批 WOB。给我3000块钱每一批 WOB， 一节课3000，三天，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有点小成就，是新加坡第一个 WOB。你在那个地方就被老板看到，然后叫你去面试华初康。不是老板，是他们这些导播、助导这些。哎，你明天有空吗？我说周末明天有 casting 嘞，我们只要找有一个新的 sitcom 一直找不到那个人，然后他们3个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你好像那个人讲话是这样的。我以为有在帮朋友耶，因为他们不够人 casting 嘛，我就帮。你还不知道是一部戏的女主角，我不懂是女主角，跟革命，她讲是她老公了啊，那个革命更假了。最后我知道是革命，我跟你讲，我天打雷劈，吓死我。因为我不懂是革命，所以我只是跟、还是演他老婆呀，他是我的学校的senior 嘞，而且是我 MPCC 那个 MPCC 那个 officer 啦，他是我的 officer 来的。然后我跟他的妹妹是同年。我们每次他不在家，我们跑去他家玩的。我第一天吓到，我在去 rehearsal 的时候，我还叫他星色嘞，星色。我们是叫他星色的，星色。人家讲哈 ，You're my wife， 他也吓到，我也吓到。然后刚开始几集很尴尬嘞，我要跟他等啊，我要跟他煮，哇，真的很辛苦，那个是最难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可以拿到这个角色？因为他们讲那个角色我够胖了。那时候我78公斤，然后第二点呢，那个人很粗鲁的，我也够粗鲁的。他们策划这个角色有点像梅艳芳的那种性格，然后很大方，然后他们觉得性格很像我，但是我没有演戏，所以我们要彩排很久，彩排2个星期才拍第一集。所以那年你几岁？26。拍到来我看27、28吧。那个时候你跟革命之间在拍戏的时候，你说除了第一次看到的害怕之外，私底下也是这么好玩吗？私底下其实他很严肃，他是一个人，很静，然后他的那个很强大，他的磁场是很强大的。对。当他坐在那边，他就算不笑，你都觉得他不笑，那我们大家都不要笑。对。他一旦放出来的时候是很老，因为他 stage 的那种。对。呀。所以头几个月真的很辛苦啦。然后我发觉 after a few months， 我其实很喜欢，我发觉比演替身容易。我觉得 sitcom 对我来讲是很好玩，
当年那个华珠刚跟 Rosie 这对 couple 在我们东南亚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轰动。我是非常感恩，我真的是非常感恩，没有想到在乱进去，然后这个戏会，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个戏会那么成功。革命自己跟我讲的一个笑话，他说被文莱王家请去，公主请他去他们的生日，然后他到的时候很多保镖嘛，说革命在那边，公主就 pass 他，然后他讲你请我来，为什么不跟我讲话？就因为革命没有戴那帽子，连那个字，所以他要把许鞋穿上去，你要讲革命。对，我也是。真的吗？我们2个 check in 那个槟城的 hotel 的时候没有人理我们呢，然后我们换完衣服一下来整个 reception 轰动嘞，然后之后他们就在那边等我们去做完节目之后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在 hotel 很 K-pop 的感觉我们不可以在门口下车嘞，不可以从 reception 回去，我们要从 loading bay 回去然后我们在坟墓拍一个广告记者都会到坟墓去Penang 的坟墓嘞，我那时才感到什么叫明星在新加坡走来走去没有人管我嘞。那个时候真的太轰动了，跑出刚刚整个系列很多年而且不是1-2年真的是来5-6年到10年这样你一去 KL 走进 shopping mall 我们做很多 shopping center 的那些 appearance 是一到就是整个 shopping center 满2楼3楼4楼哔，真的是来人山人海的嘞，哇，那时候真的是吓到我。除了乱以外，因为你从低层做起嘛，对，你可以更了解到爬上来的那些滋味，你会不会更照顾一些晚辈？那个一定会的，我到现在都是会这样。你会怎么样我会经常就是注意到在拍摄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对这些临时演员，或者是一些老人家是他们退休了，自己喜欢做临时演员。对，我觉得他们通常只是玩的态度来做 part time。所以我知道他们看到我会很开心，所以我在没有拍戏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话、讲笑话、拍照，或者是有时他们被导演欺负、老婆欺负 ，you know 我就会出声你这么锋芒毕露替这些发声，尤其你又是一个艺人，会不会得罪人跟遭受到更大的攻击？你不怕吗？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很安全的过一生是很浪费的。我就算明天因为我觉得我要讲出我要讲的东西，然后而得罪人，但是我讲的东西是我要讲的东西，我讲的东西是我觉得是对的东西，后果怎么样我也会去承受。因为你不要忘记我经过很多东西，我从0开始，我可以回去0再从头开始，我经常从0开始的。我记得那时候 Michael Jackson 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有淡淡讲一句，他讲说这世界最大的毁灭不是恶人做坏事，是善良的人不再发生了。哇！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恶人做坏事不可怕，是善良的人恶人就是做坏事的。对，可是善良的人不再说话，这世界就完蛋了。对，我很赞同这句话，很 very me 啦。呀，我是一个很 passionate 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够关心身边的人，不够关心我们社会的人。为什么这个整个疫情我整天是 support local？ 因为你不帮助你自己国家的人，不是有一句话咯，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国哪有什么什么讲那个。还有，如果没有把新加坡的人照顾好，自己身边的朋友、自己家人照顾好的话，这个国家怎么会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真正的体验到一个大爱，就是不能独善其身。我是觉得在那个大灾大难之前的时候啊，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的前途会不会明朗，而且那时候你背着整个 fly 的一个哇，很 stress。那你还在那边一直想别人啊，或者付出，你还在想很 stress 那时候，因为2月的时候，去年那些全部的因为我们做很多 OE 嘛，做那些全部的 Christmas New Year show 全部的那个 low hay show 全部 cancel 嘞。然后我第一个就是坐下来想怎么办，因为我不止 fly， 我还有我的那些 F&B 的，所以我学到在危险的时候，这个是陈明丽教我，危机就是转机，在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找着那个转机。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冷静，先摸清楚现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到哪里，然后有什么东西我做不到的，什么东西我可以做的。所以第一我知道员工也很担心自己的前途。老板不懂在想什么，所以老板说的不用紧，我们先吃饭先，先有菜有鱼 ，OK， 吃饭先，然后就开始，我从来没有这样用功看新闻的 ，OK， 我就看新闻，就上去那个全部的 portal，
然后就开始join 很多那些 group， 好像有一个 group 是 event bosses 的，就是这些做 event 的老板的，另外一个是 media company 的，全部 freelance 的也有，就 join 很多 group 咯，就在那边商谈了，就是互相帮忙。OK， 我们就决定要 collaborate 帮助大家，人就一直有 Zoom 啦什么什么，然后就想到 OK， 可能我们没有机会 meet client， 我们就做一个 online 的 seminar。而且你要记得哈，在疫情之前，我是一个电脑白痴。OK， 我全部都是Harry 可以帮我怎么开哈？哎，这个东西那个 meeting 怎么做哈？我是不会的，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要每天打给他们，烦死他们。哎，等等，我现在按什么？哎，我按没有嘞。哦，这个 button 要开先了。OK，sorry，这样no，然后就开始在网上教人家 free 的怎么去主持，怎么去卖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 free，就是我们 OK， 你可以3到15块，但是如果你是 fly 的 client 就是免费。就开始我们就 try 一些不同的 topic， 做得蛮不错，然后就开始4月开始就一直做到去年12月，我失去了20多个 job 之后，我 by December 做了108个 OE。哇，108个 average， 你几天就一场，几天就一场哎。每个礼拜有2、3场。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 Irene 的事业版图，就是你的 Fly Entertainment。OK， 这个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你开了 Fly 已经21年了，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你会去做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因为人家不要我，因为我拍了《之后就开始红哦，那很多人找我去来出场剪彩。那时候那 ION 刚刚开嘛。然后叫我去，让我去的时候又没有人带我去，然后我就看比其他的艺人这么有经理带的，然后我就会不会商量，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拿，人家甚至没有给我钱来送我 Teddy Bear， 送我包包我就拿，因为朋友就说，哎，为什么你这样笨的？人家有给钱的，我说有钱拿的。然后呢，有一次刚好跟一个同学在一个 Wisma 那边一个快餐厅。然后有一个顾客打来说我跟谁你的同学拿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要你出席这个，我就把电话交给他，我说他讲你是我的 manager， 然后他就重复他的问题，我就写在纸上，跟他讲我很好的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放电话我说，真的比较好嘞，不然你以后他们打来我就给他们你的电话。我不懂怎么讲嘞，我说不用不行，我们就约出来，你就说你在外面，然后我就出来，我就教你。那从那边开始他就当我的经理，就是他那时候有做工的嘛。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然后他说不要啦，我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 OK， 我请你啦。然后他讲，你要给我多少薪水？我说我拿多少你就拿28%哦。所以他的薪水就从那边开始了。然后呢，我就做一个舞台剧。那个很让我惊讶的就是在舞台剧里面，我不是说电视的演员不好啊，在舞台剧我看到跟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态度真的有一点差别。那些舞台剧都不是明星，但是他们演戏真的是很好，你看得很爽。然后我在做一个舞台剧的时候，我有一天我们彩排过后我是回家的嘛。如果我们在电视是彩排过后就回家，等我讲你们去哪里啊？等他们讲说我要去医院。我说去医院要看谁啊？没有，因为我演医生，我要在那边做一下看一下医生的动作是什么。他说我可以跟你去吗？我就跟他去。他真的是拿一个本子上面写嘞，他们真的去 research 的嘞，他们真的很专业。然后我最后发觉到我的佣金是最高的。但是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好几百倍。然后我的那个 hero 就出来了，整天要做 hero 的 ，OK， 那个英雄本色又出来了，就我怎么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 Fly 会比较注重 OE？因为只有 OE 可以让你延长你的喜好跟你的 passion。如果没有 OE， 不像你们电视台，你们有薪水，你们有月薪，所以你们可以专做你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些人他们需要 OE 来弥补舞台剧给不到他们的那个收入，很辛苦啊，很辛苦。你会很心疼这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我就开始每次用到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我会人家说我这个开幕典礼我需要你，我就会要求我可以带新人进去一起去吗？我就带3-4个新人一起去，什么场合我就带我的新人去。然后让他们见识，然后再教他们，然后再慢慢红，这是从最低开始了。所以你旗下现在已经有58位 ，Fly 已经有58位艺人。现在60，今年。在目前为止，签约艺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谁？
哇，很多，每一个都是每一个妈妈啊。OK， 但是可以说我最骄傲的是蔡恩来哦，因为蔡恩来我的那时的 partner 他不要签他，他讲。哇，这个样子，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我的样子？他讲他的样子真的很丑嘞，艾琳。哎呀，是来。然后我就说，但是他有一股不懂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很好笑了。他这一出场我就笑了。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他一个舞台剧，他演一个很悲伤的角色，然后我就吓到，我说哇，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人才。然后那时候他还在当兵，他做MDC。他当兵出来之后，我就问他要不要签。然后他也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讲哦 OK 了，他就签了之后，那读完了，然后我们就不用一起做，他就开始一直做很多舞台剧，然后从那边慢慢进去电视，然后电视之后就不懂怎么样就进去第八波道，然后开始因为他的华语很差，有人家很喜欢他，他的观众缘就是真的是天生太好了。对，他还跟我主持过节目，那些大型的他都主持过。因为吓到你很辛苦吗？不是，就一个有才华的人，他是可以去模仿，他可以在任何平台都。革命也是一样，他听不懂华文，他也主持过那个。哇，这个革命跟他这两个就是有这种天分哦。是，在我来讲我是赌他一把。所以你觉得演艺圈，或者是对你来讲的话，真的不能靠外貌？我觉得外貌是很重要，就进去，但是要长久，可能外貌可能会害人。因为你觉得你有那个外貌，然后你一直在靠你的外貌，因为外貌有一个很短的那个，我们英文叫 shelf line 啊。如果你只是靠外表你的 due date 很短。但是如果你是有天分，你是有一直在上进，然后一直在，你怎么看得到这些人呢？除了传来那个舞台上的。传来是凭感觉了 ，OK。那其他的人有些人是你跟他们吃饭，还是跟他们聊天，你就看他们处事待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有些艺人签了1年，我就知道这个不可以去演了。有些人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个人可以去很远了。你是靠感觉，可以经验，感觉跟他们对经理的、对我、对身边的人的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人品跟态度，也可以看到他演艺圈的长短。对。你有一段时间是用了自己的储备金赚到的钱，把艺人的 profile 还有自己去探索国外的市场，一直去到美国。我第一次生平到美国就是为了 fly， 因为我不喜欢坐飞机的，可能你不知道。那时候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的属下的艺人不是电视台的艺人，我应该帮他们找别的出路。那时候是 tape 的，你懂吗 ？VHS 的 tape， 所以每一个 artist 我做10个 tape 那个 show reel， 然后放在那个 luggage 上，嘟，去纽约、三藩市还有 LA 去见那些 casting director。然后我就很单纯的以为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好莱坞去，你就像卖很多这样我就把那个卖对了，把那个傻劲就带去了。所以我就每一个 artist 做10个 tape， 那个 VHS tape， 哇是重大，不过很好，我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把这个 tape 拍完，然后就可以买 shopping， 就可以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就敲门啊，有去 ABC 啦，有去那些美国的电台啦。Andrea 那时候那个 sitcom 的那个 Channel 5，他也是有给我一些电台他认识的人啊。然后去 LA 最好笑是没有人认识新加坡嘞，他们不知道新加坡是哪，那时候没有网际网络 right， no internet。所以 imagine the directors 这样出名的那些 casting director， 他问我is which part of China is Singapore？ then 我就no we're not in China。you know Bangkok Thailand？ yeah。then 我讲we are below Bangkok。哎呦，这有一点心酸，但是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对，就很 humble 了。Next，OK，you know JB next。他不懂 JB team。Malaysia 懂啊，所以 Bangkok then Malaysia then Singapore， we just little bit below 这样哦。然后有一个很好笑的是，他跟我讲说 ，OK， 我只有15分钟啊，我等下我 lunch time 有 yoga 啊，我就OK，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me， 我就上去，一上去我就看到，office 不错啊，一开进来有一个那种球那个fountain有水的，我说这个人不错，还有这个fountain啊，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最后他的秘书就叫我进去，然后我就进去，我就看到他坐在这边呢，他的后面是那个 Hollywood 的山，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山，不是真的嘞，不是一个画来的，就是他的背面真的是好莱坞的山。然后我就说，哇，你的风水很好哦，你的背有那个好莱坞的山靠着你，这行很好。他就站起来，你懂风水啊？跟我讲，他有15分钟，我就跟他讲我有了啊，我会风水。他讲来，坐。
然后就开始跟我聊一套，大家讲说，你觉得我的 office 的风水怎么样？我说很好，一进门就有水，但是你的水要移一下啦，那个水要给它潮进来，不要潮出去这样。然后我说啊，然后你的秘书那边那个窗口要开出，有一风要进来。厉害了，你临场反应也很棒啊。对。然后我说你如果搬 office 你就要永远记得你的这个 Hollywood 的山源，因为有靠背山，有那个也是有后山靠住。In Chinese, you got the backup, from the mountain, the strong backup, of the Hollywood side. So you do this line is correct, this industry. 对。结果他 cancel 他的 yoga 嘞，跟我聊了2个小时嘞。在我要走的时候2点的时候他讲，Julie 你来做什么哈？他讲。Actually， 他就看他的布子，这个人是谁来做什么的？他来做什么？我说 Oh no，I'm an agent， artist management in Singapore。I came to bring my。Oh yeah。所以5分钟快的介绍我们的云家艺人，而且他是做很多好莱坞大 Back to the Future 啦、Air Force One 啊那种大的 Hollywood show 的，他是那个 casting director。然后在几年前，就前年。这个亚洲疯狂富豪啊，就真的把你的艺人送到了国际舞台啊，那个是我的梦想成真。哦，那个时候我在国外看到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对，然后又知道是跟新加坡合作，然后取景也是新加坡，你会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就感觉在国际了。我跟你讲，我开始的时候，我的恩人 David，right？我问他，我说，我开始我叫这个公司 fly 每个人笑我嘞 ，fly by night，fly by night 在英文的时候就是说今天开明天关闭的那种公司。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样我才可以不要做 fly by night 的公司哈？他说你要 set 一个 goal 啦，你要 set 一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不懂嘞，我说我在这行是最好笑的是我还是新人呢。然后他说你想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东西，我说不可能啊，这样我的艺人得到奥斯卡咯。他说 OK 那就定那个了，所以你不可以在没有定到那个奥斯卡的时候，你不可以放弃。哇，好伟大的梦想！我就跟自己说，这一辈子我不可能闻到这个东西，闻都不会闻到，摸都不可能闻到。然后这个 Crazy Rich Asian 出来之后，我就是啊，可能我这辈子会看得到嘞。当初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是我梦都没有梦想都没有梦想过的一个情景。然后终于我觉得有一点，终于有点成就感的感觉了。这是非常安慰的一个，然后再给你一点冲力 ，to continue。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一点点成绩了。2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你这一生当中，你只有自救，而且你很幸运的都在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一生当中让你重新选一次的话，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觉得说，哎，我可以做得更？当然，外婆的事。已经是一个遗憾。如果这一生当中让你觉得说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你会去想什么？没有。最痛的一件事？父母。还是父母。一生的缺憾。因为我觉得我无论做什么，我尽很多力，我很宽容他们，我出很多钱，我的员工，我身边的人，我的生意伙伴，就是我的那个餐厅啊，这些朋友，他们都看得到，他们都说你真的是很伟大。然后我一直跟他们道歉，在背后一直跟他们讲 sorry， 你们要跟我的父母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一点感恩都没有，这个是让我非常遗憾。他们还怪我，这个是怪我说每次帮外人，我们无法教育父母，对他们又到了一定的年龄。只是我想他们70多岁了，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他们 ？Right？他们，我有一天在几年前，我跟我爸爸讲一句话，我说爸，你这样下去啊，你要想一下，你继续这样子做人哈，你走的时候，人家鼓掌说哇，他终于走了，或者是你要人家在那边吊丧，就是说，哎呀，他走了，我很怀念他。你要做哪一样的？你要怎么做 ？How do you want to leave this world？ 我爸讲英文的，所以说 How do you want to leave this world？ 然后他就静静，然后过了那段话之后，他又开始转变，他又开始说多一点，有时候会打电话，我今天有那个虾很鲜的，你要不要过来我家吃？他就开始说多一点关怀。但是我妈呢，还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饮食业的运作方式是，比方说你是厨师，然后你做得好，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当老板。就是有一点股份，我们的 program， 我们的 F&B 的 program 是一种 mentorship 的 program 来的，所以他就会妒忌咯。
我是你妈妈，我应该拿到的比较多，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到，所以你父母跟你的价值观差很多，他们非常不一样。我哥哥跟我，就是跟我的父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哥哥是一个24孝父亲，哎，他不够睡看了我早上还是送他儿子去 camp。他是我爸爸的相反，我是我妈妈的相反。我妈妈看钱很重要，我看钱很不重要。我觉得你是幸运的，因为有些悲剧它是延续的，有些会在我们这一代就终止，因为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这样的福气，不会让悲剧在恶性循环，而且甚至于把下一代跟自己的这一生把它经营得更好。OK， 我这边呢，有礼物啊，我这边拿给你，等一下。哎呀，我可以打包这个欧罗就可以了。我要很好吃 ，OK。我要追贵，然后牛啦，这个是制作组已经读懂你的心意的一个礼物，送给你的，你可以再打开来看看。你们还有礼物的哈？礼轻情意重，但我觉得制作组很用心，是吧？来，这个是我们制作组特地用心去做的，就是让 Irene 跟你的奶奶跨世纪的重逢在这张相片里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奶奶比较早逝嘛，所以没有跟奶奶两个一起合照的照片。我从来没有跟他相对的两个人，就我长大的时候啦。对，然后这是外婆最美丽的倩女。哦，你觉得他会在天觉得很骄傲吗？会。奶奶虽然看不到，你也不用怀疑她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把她的爱，你把她的教育变成更广的爱。我希望可以把他给我的爱跟别人分享，也是把他的宽容交给身边的人。所以今天访问 Irene， 我得到2个总结，就是即使我出生的时候是一手烂牌，可是 Irene 你是打了一手好牌。不管这世界上怎么对你，你都会善良对待这世界。OK， 为奶奶我们 cheers， 谢谢你。魏怡凤长美了，哇，你们很厉害了，你们 ，Thank you， 我真的要吃了，真好吃哎。想要当艺人，长得像传来这个 category， 你们去门口排队，Irene 在那里。而且要声明要做安娜跟李国煌以下的，可以来排队。李国煌、洪爱玲、莫小玲以下的，你们都可以来穿的样子都可以try。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